在人生的侍奉路上，神所用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内心有深切的关怀，并且专注、坚定，不退缩。真正的冠军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在神面前有一颗火热的心，又能够一心一意地顺服到底。尼希米的故事就是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他不是凭一时的感动做工，也不是因人的称赞而坚持，而是被神的爱激励，也被使命推动。纵然遇见难处、反对和挑战，他也绝不退缩，从不妥协。当你读接下来的2章时，请思想，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是否真的关心他所关心的？你是否肯定自己的方向，并一心一意地走下去，不找借口，不犹豫，不妥协？让尼希米的生命和榜样激励你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第5章，你必须要有一颗心。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将领导力定义，让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并且喜欢它。我喜欢这个定义。事实上，能够激励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并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享受他们之前避免的事情，这样的人确实很少见。然而，这正是尼希米所做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对被摧毁的城墙漠不关心，没有人愿意承担重建城墙的工作。人们已经够忙的了，没有时间做这件事。他们必须耕种田地，出售商品，供养家人。一个市政建设项目只会是一件昂贵耗时的事情。然后尼希米出现了，他是这个城市的新人，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分享他对重建城墙的热情。但他在那里待了1个星期后，就有一支完整的队伍签约来修建城墙。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人的哪些品质使他能够如此激励人们？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尼希米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还有尼希米的性格和更多的使他成为那种能够激励人们并建造城墙的领袖的因素。尼希米有爱心，他是一个有激情、有同情心、有深刻情感的人。他关心别人，他不怕让别人看到这一点。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尼希米记1章。还记得当尼希米第一次听到城墙被拆毁的报告时吗？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听到这些话时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记1章4节。这里有一个让情绪激动的人，一场巨大的悲伤洗礼在他内心涌动，从内而外的改变了他。我们已经看到尼希米的城墙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祈求上帝的力量，并计划他的行动步骤。在那几个月的祷告中，他一直跪着。尼希米的灵魂被悲伤和深沉的情感所打破，这些情感在他体内流淌。尼希米的情绪投入在现代确实有点难以想象。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眼泪的社会，同情心减少，我们很少哭泣，我们对现实变得麻木。部分原因是我们被电视所影响，以至于不相信它，或者将邪恶势力视为平常。我们每晚在客厅的小盒子上观看谋杀和暴力，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坐在电视机前
观看着全球饥饿的新闻报道，然后是美食猫粮的广告，我们什么都不当回事。我们看到最接近同情心的东西是由娱乐业制造出来的。有人想出了一个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法，举办一场电视摇滚音乐会，征求捐款。我们得到的不是参与，而是更多的娱乐。这只不过是伪装成人道主义的机会主义。摇滚明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免费露面，受到大众的吹捧，唱片销量也会增加几千张。这些钱用来支付工资、电视账单，最后剩下的钱捐给了饥饿的人民。没有人哭泣，很少有人真正的做出牺牲，解决饥饿问题的行动也很少。你能想象尼希米在苏珊举办音乐会为修建城墙筹款吗？我不能。他不是推动者，他是冠军。他不是公关，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他不只是坐在安乐椅上摇着头卷着舌头，然后说应该有人做点什么。他成为了做这件事的人。鳄鱼的眼泪很便宜，表达一个多余的关心，打电话捐款，然后继续享受音乐会也很容易，但这离真正的同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尼希米也参与了，他成为了一个活动家，但不是现代意义上那种拿着抗议标语牌到处游行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他卷起袖子跳进了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最好的领导者总是参与其中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在克雷奇多与他的士兵并肩作战。当华盛顿的命令迫使他离开那里的战斗，秘密逃离菲律宾时，他个人受到了羞辱。他觉得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部下和菲律宾人民。他带着郑重的承诺离开了。我会回来的。这些话成为了菲律宾民族多年来的战斗口号。在日本人的压迫下，菲律宾人非常肯定麦克阿瑟会回来。他们把麦克阿瑟的话涂在岛上所有的墙壁和山栏上，甚至敌人的坦克上。麦克阿瑟将军确实回来了，他花了数年时间在澳大利亚指挥盟军的作战行动，制定了一个将他带回菲律宾的战略，这样他就可以亲自监督这些岛屿的解放。当战局逆转，盟军海军再次向北航行时，麦克阿瑟将军就在那里。在入侵菲律宾期间，麦克阿瑟亲自率领部队冲进海滩，他一心一意要站在战斗的中心，以至于他的手下好几次不得不恳求他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以免他成为一个容易被攻击的目标。他不怕卷入其中，即使这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他对菲律宾人民的承诺更重要了。参与其中的人都是有心的人，谁喜欢使用一个深切关心他人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认识了许多属神的儿女，我注意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感情深厚的人。他们敢哭敢笑，不怕生气，不怕去爱，也不怕表现出来。他们毫无例外地对他们所服侍的和一同工作的人有极大的同情心和深厚的感情，就像尼希米一样。尼希米关心城墙，观察人们的动机是很有兴趣的。我认识一些教堂的人，他们喜欢坐在场边，他们不参加唱诗班，不参加祷告会，不做任何探访，也不教主日学。对他们来说，做礼拜是一项观赏性的运动，直到出现争议。然后他们通常是第一个加入争吵的人，他们会尽其所能的为教会分裂而努力。他们会批评牧师的妻子、唱诗班、主日学、祷告会以及其他一切他们总是懒得参加的事情。
他们有消极的动机，他们只想拆，不想建。还有像以色列人这样的人，帮助尼希米建造城墙。当他们看到事情发生，他们会加入进来，但他们不是让事情发生的人，他们的动机是活动，而不是需求。感谢神有尼希米这样的人，他们是看到需求的人，知道他们必须让事情发生。尼希米的动机是一堵他从未见过的倒塌的墙。其他人说这是一种耻辱，只有尼希米真正的关心这件事。这不是浅薄的感情，而是发自他灵魂深处的感情，这是他作为冠军脱颖而出的部分原因。为什么尼希米如此的关心城墙？因为城墙是这座城市的象征，只要城墙倒塌了，这座城市就站不住脚，没有隐私可言，没有完全措施，这些人可能在夜间被杀死，小偷和敌人随时都可能来来去去，上帝的子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尼希米像所有的好以色列人一样爱耶路撒冷，这是上帝自己的城市，圣殿就在那里。它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朝圣者献祭和崇拜上帝的地方。虽然尼希米从未见过耶路撒冷，但他爱耶路撒冷为家。他无法忍受把他的城墙想成一堆瓦砾，他必须做点什么。尼希米关心百姓，尼希米也关心城里的居民。他到耶路撒冷来，是要帮助他们建造城墙，不是要激励他们去做。他是他们的同事，不是他们的老板。他挽起袖子和他们一起努力，即使遇到困难，他也坚持到底。尼希米记第3章并不是圣经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它完全是由尼希米的编年史组成，记录了那些在城墙上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地址，以及他们在哪里工作。我很感兴趣的是，他花时间记录了这些细节。同样重要的是，他知道所有同事的名字，并熟悉他们的工作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位深切关心他的人民的领导人的记录。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多年而不认识他的邻居是很常见的。当代人文主义说以低为重，人们习惯于自私，主要关心自己而不是别人的需要。1964年，纽约妇女凯瑟琳·吉洛维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一名持刀男子的袭击。袭击发生在大街上，至少38名纽约人目睹了整个过程。所有的目击者都不理睬那个女人的求助，都转过身去，不想卷入其中。尽管袭击持续了将近20分钟，但没有人来帮忙，甚至没有人报警。凯瑟琳·吉洛维斯被残忍杀害，而那些人只是被动地看着。他的案子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全世界都假装愤怒，每个人都对发生这件事情表示恐惧。但从那几年以后，同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甚至更小的城市。像那样的事件不会再引起太多的注意了。现在很少有人卷入其中的情况才会成为新闻。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用同情换来自我放纵，我们看到它反映在离婚率、犯罪率、民意调查和当前世界情绪的每一个指标上，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关心。不要误解尼希米的感情，它不是空泛的，这不是炫耀，而是肤浅的情感。它甚至不总是积极的。尼希米记5章显示了这个人情感的另一面。他关心神的荣耀。这是以色列人民的艰难时期，食物匮乏，人们抵押土地来缴税，抵押贷款利率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卖为奴隶来偿还债务。
尼希米听到后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我听见他们的呼喊和这些话，就甚发怒。尼希米记5章6节，他很沮丧，他斥责那些收取高额利息的贵族，要求他们停止收取利息。他们做到了。尼希米能够义愤填膺，因为他非常在乎神的荣耀。当他看到一些违反正义的行为时，他感到愤怒，他不能够被动。跟我一起跳到尼希米记最后一章，这段经文在尼希米完成城墙，耶路撒冷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之后，整章都描述了尼希米如何与昏睡、属灵的冷漠和妥协做斗争。请看13章的23到25节。那些日子，我看见犹大人娶了亚实突、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脑海中那个场面让我微笑。尼希米对神的荣耀如此的热心，他不怕面对那些生活在罪中的人，他甚至为此吵了一架。这件事发生在尼希米开始修造城墙的几年之后，那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然而他却在这里用拳头打架，撕扯头发，永远为神的荣耀热心。注意肉体的愤怒和正义的义愤之间的重要区别。真正正义的义愤与个人对我们的冒犯无关，这是对上帝的公然犯罪所激起的愤怒，他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忏悔。当我们研究尼希米的故事时，你会注意到他面临很多个人的反对，特别是来自那两个无用的人物参巴拉和多比亚。尼希米有很多机会向他们发怒，他一定有很多次想打他们，扯掉他们的头发，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你不会看到和他们拳打脚踢，甚至不会回应对他的尖刻评论。为什么？因为个人的反对并不是激起他愤怒的原因，明目张胆的不义和妥协，但不是侮辱和嘲弄。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尼希米性格的真正深度，他知道人的愤怒不能够成就神的义，见雅各书1章20节。他脾气暴躁，但必要时他能够克制住。只有当他看到上帝的圣洁受到公开挑战时，他才允许自己生气。耶稣也是这样，他并不总是温顺温和的。当他看到圣殿被玷污时，他很生气。然而在他的品格中并没有矛盾，他是世界上最有同情心的人。他要为群众哀哭，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可以和法利赛人站在一起，默默地回答他们向他提出的任何挑战。他们可以辱骂他，控告他，他却保持平安。可他看见富的家成了贼的市场，就拿鞭子赶他们出去。出于对神荣耀的热心，也有公义的怒气。当我看到基督徒妥协时，我很生气；当我看到一些电视布道者把福音做成商品时，我很生气；当我看到假牧师散布谣言时，我很生气。对这样的事情不生气是不对的。积极的想法并不总是答案。我们应该热心于上帝的荣耀，我们应该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公义。分享上帝对罪恶的憎恶是件好事，这是一部分真正的同情。一个无视罪恶和妥协的人其实并不在乎。真诚爱人的人就像墙上的守望者，在罪恶和危险临近时大声发出信号。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的重点。他教导我们如何用爱心面对罪，目的是要与犯罪的弟兄恢复团契关系。这是一个真正在乎人的自然行为。如果尼希米不去在意，他就永远不会在城墙上成功。正是这种同情和热情的品质使他的性格如此耀眼，这也让他有能力去计划、组织和执行城墙上的工作。
神让你做什么事工，你真的在乎吗？你关心你所服侍的人吗？你能自由地表达你的关心吗？你与哀痛的人同哭吗？如果没有，你的侍奉就没有真正的果效。真正关心别人有一个缺点，它会让你变得脆弱。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的尊重尼希米，因为他非常关心人们和他所做的工作。他一定真正的感受到了敌人言语的刺痛，听到他们嘲笑他所做的工作，并告诉他将要失败，这肯定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已将自己的生命投入了这项任务中，他的生意在人民和国王面前都岌岌可危。我不认为尼希米的声誉对尼希米来说那么重要，但因为他是一个感情深厚的人，我肯定所有的嘲笑和笑声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巴拉和多比亚正好与尼希米相反，他非常关心城里和城墙上的人。参巴拉和多比亚也同样恨那百姓和城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来为以色列人寻福，他们就甚惊慌而张世界。总有这样的人，无论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如果你真的关心别人和任务，就会遇到一个和你同样感受的人，但却持有相反的观点。我在世界各地服侍，无论我到哪里都一样。无论基督徒聚集在哪里为神做工，撒旦都会派他的仆人在那里反对。我遇到被恶魔附身的人，醉酒的起哄者，有组织的犯罪头目，甚至有是憎恨福音的宗教专业人士。主的工作越有效，敌人的群众就会越大声地喊叫他们的反对。神所拣选的仆人总是有他们的对手。对尼希米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对你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你越在乎，就越受伤。但是如果神要像他使用尼希米那样来使用你，你就必须深切的在乎。他的祝福是像尼希米一样，我们有上帝的应许，如果我们的忠心，我们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总有一天，也许是你的一生中，也许是当你站在永恒的宝座前，当你环顾四周，看到神通过你忠心的劳动成就了什么，你就会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